美国光写 PPT 不做事，想法很多，但做的却很少，已经进入病急乱投医状态。大家好，我是肖运华。最近在基建领域，美国又推出了一份新鲜出炉的 PPT。根据美国媒体的爆料，为了对冲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带着一份新的大基建计划，想要在1212的框架下和沙特阿联酋合作，建立一条贯穿黎凡特地区和海湾地区的东地中海和中东国家再向南直达印度的铁路线，帮助中东搞区域一体化。从这份 PPT 中至少透露出2点信息。第一点，沙利文的遣词造句似乎正在渐渐的中国化。毕竟作为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美国跑到沙特去说自己希望在中东推行一体化的战略，可信度不说为0，至少也要对半打个折扣。沙利文眼看之前连沙制意的计划濒临破产，不甘心成为中东局势的旁观者，所以只能换一套中东更喜欢、更能接受的区域规划方案，来继续拉拢阿拉伯国家。而什么方案更吸引阿拉伯国家呢？答案当然就是抄中国的作业。第二就是美国的基建计划，全球都已经开始当笑话来看了。沙利文是前脚访问离开，结果后脚阿盟峰会就宣布让叙利亚重新回归阿拉伯大家庭。这一番操作，说是中东对美国当面打脸都不为过。也难怪叙利亚回归的消息公布之后，美国气急败坏地跳出来唱反调，说这件事白宫不同意，美国还会接着制裁叙利亚。很明显，沙利文的 PPT 对中东没什么吸引力，毕竟美国在基建领域搞出来的 PPT 太多了，但落地的几乎没有，是典型的空头支标。简单来说，就是小心思很多，漂亮话说了一大堆，但能力和决心都跟自己的构想不匹配，所有的计划都停留在纸面上。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官渡之战，国家在分析袁绍的弱点时，说他的毛病是多谋少决，失在事后。相比之下，曹操是测得这行，应变无情，所以曹操一方谋胜。国家看得很清楚，谋士是为城市服务的，想法太多，办成的事太少，最后的结果只会是自我消耗，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谋。现在的美国就是犯了袁绍的老毛病。举例来说，从2021年开始，每年7国峰会，美国都会扔出一套大基建计划。第一年叫重建美好世界，第二年叫全球基建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也就是我们说的 PJRI， 投资金额从40万亿缩水到6000亿。而且根据美国媒体自己的统计，重建美好世界推出的第一年40万亿投资只落地了600万。这份中东大基建计划看上去比 B3M 和 PGRI 更不靠谱。它最初的规划者是以色列和美国参与的中东小四方联盟1212，技术供应方则是印度。而这几个国家无论哪一个，在阿拉伯国家看来恐怕都不太值得信任。以色列不说了，印度因为莫迪推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这2年内部的穆斯林群体和印度教群体频繁爆发冲突。就在上个月4月份，莫迪政府刚刚改了历史课本，删除了大量和穆斯林有关的内容，引来了国内宗教团体的抗议。总结下来，在全球规划方面，相比于中国的言必行，行必果，美国不但无法制定有吸引力的规划方案，只能跟在中国后面邯郸学步，而且还没有让自己天花乱坠的 PPT 落到实处的能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拜登政府想在基建领域和中国竞争，是在用自己的短处比中国的长处，着实有点病急乱投医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